哎，你们绝对不能想象我加拿大的公公婆婆是怎么包饺子的。我婆婆终于办了签证，要来中国看孩子了，人还未到，硝烟四起。现在我妈跟我婆婆这俩老太太，因为争孩子是跟姥姥好还是奶奶好，较上劲了。结果第一局饺子，我婆婆就败了。早达以前跟她奶非常好。因为啥呢？就比如说去年过中国春节的时候，早达在加拿大过的，他奶奶温迪也挺善良个人，就是怕孩子想我，除夕夜张罗全家包饺子，学了1个礼拜，最后除夕夜6个人4个小时包了9个饺子，还碎了仨。哎，你们都不能想象问题出在了哪儿。就这个饺子包的，他们不分工，就我婆婆依次摆好了馅儿、放馅儿的盆、面团、擀面的板、包饺子的板。就第一个人先步入生产线，蒯一勺馅儿，然后揪一坨面，然后再往下走擀剂子，再往下走擀面皮，然后包。这时候第二个人上，再从馅儿开始走，揪坨面往下走。第一个人包完之后，再回到生产线的初始馅儿区，再从零开始。我说哎呀，我问你呀，包饺子需要流水线。他说对呀，我们就是流水线的。我说流错了，流的是饺子，不是人，不是人。但在中国他老完胜了。除夕那天下午4点，早打开始焦虑。妈妈，我已经等了1年的饺子了，现在还不开始包，午夜怎么能吃上呢？我说你急啥？你老搓澡呢？晚上10时许，亥时1刻左右吧。我妈、我二姨、我老姨接头了。那你们也能想象，这不是夸张啊！不到2小时，200多个饺子下线了。早达看着他们包饺子，跟他奶视频。奶奶，他们双手嗖嗖，不知啥是对手。我二姨姥平均每3分钟给我姥扔过来30张皮儿，这是不是才是流水线该有的样子？他们不光是快，奶奶，最叹为观止的是，对他们来说，包饺子只是捎带手，八卦才是正事儿。就这3位女性凑到一起哈，人那话咋说了？就擀饺子皮儿分秒之间，无数人以身败名裂。怎么说呢？就我姥只要一包饺子，铁岭至少3家要离婚，至少3家要离婚。包饺子这趴输了，包红包更输。温迪有多抠，你们知道？他本来不想包红包，为了争宠，经历了10天痛苦的心理较量，居然走入了加拿大某 ATM， 取出了$100，2张纸放进了红包里。我妈心眼子太多了，你跟我嘚瑟你家园面值大，我就让你栽在面值大。我妈给孩子发了600张5块钱，外加1兜子硬币，掷地有声啊！让早达摆那5块钱铺了一个客厅。我婆婆跟早达视频问，奶奶准备了100刀，你姥给了多少钱呢？早达说不清，就是满地是钱，过堂风一吹，钱都满天飞。我给我妈的时候都得用车拉。为了让孩子学习，温迪也很辛苦啊，他生怕这个孙子孙女都淡忘了或者不接受西方文化。孩子才6岁，买了一堆名著，天天跟孩子屁股后追讲悲惨世界。我妈就不一样，直接斥资购入学而思学习机。应该没有妈妈不知道学而思吧？做教育20年了，孩子爱不爱学习跟老师有很大关系。这里头有1000万分钟的好课程，都是学而思里原先 top 级的好老师给上的。我也不用担心他生了早打那双大眼睛，不反光不刺眼，就跟看纸质的书一样。哎呀，反正就是头学良莠追刺股，孩子老愁学海苦，学海无涯靠师资，一边学来一边思。最后就是教育孩子孝顺这个事儿。温迪败在哪儿了呢？他认为跟孩子说这些都太早，殊不知我妈早就下手了。我妈给拿铁买了辆车，这个车印的是玛莎拉蒂，唱的是民族精华，不光教会了拿铁爸爸的爸爸叫什么，还反复朗读《三字经》等古典，演绎着家国，教出了孝道。拿铁可能现在说你好再见还没说全，但如果你问他百善，跳我一千，这场战争还没打起来呢，甲方已经输了。哎，就我这么一个铁岭石油小公主，伦敦说唱小王储，江湖 battle 小傲骨，婆媳矛盾小教母，敢问这么一个人物哈，这些年在江湖中到底犯没犯过虎，挨没挨过赌，有没有过自叹唏嘘的低谷？今天我给你们讲一个我曾经跟我学校同学商量好一起投身捍卫女权的行动，最后张彩玲临时掉链子了，用一把刮眉刀把自己刮成走狗的故事。这个事儿让我办的吧是相当不讲究了。我为什么就这么掉链子了呢？这个世界上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亚当受不了夏娃的苹果，嫦娥受不了生活的繁琐，吕布受不了美人的婀娜，黛玉受不了凋零的花朵，尔康受不了聒噪的金锁，彩玲受不了别人的拱火。这个事儿吧，就纯属是拱火拱出来的。我们学校呢，每年开一次学术报告的研讨会，就算是系里最隆重的一个事儿吧，大伙儿都郑重出席，完全系的人都到场。开完会以后呢，还有个酒会啥的。完那年这个大会之前呢，就我们系这几个就是比较愤怒、比较激动的女权主义者们，相当于时代的弄潮儿吧，他们算是就先张罗了一个小会。小会呢，主要内容就是针对这个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化对女性的这个单方面要求做出抵抗。用白话说，他们的点就是啥呢？就凭什么他们认为就是女性在出席正式场合的时候需要化妆，需要穿高跟鞋，需要去毛，咱们就照做呢？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我当时就一被这么煽动，我火就上来了呢。离离原上草，就怕被火燎嘛。我当时也来劲了呢。哎，真的哎，他们是谁？他们凭什么跟他干？
完，他们就拟定出了一个计划，就是说在下周这个学术研讨会上，女生都不化妆、不穿高跟鞋、也不去毛，上台。但是你不得突出强调你这个点嘛？所以就每个人还照常穿裙子，因为你要穿一身西服上去，别人也不知道你想表达啥意思，对不？我当时那怒发冲冠的，让人拱火拱的。我说行，没问题，我现在开始我就不脱，我攒着，到时候梳俩辫出场。新时期新女性，毛发档期自己定。结果开会的头一天呢，我就有点怂了，就不让化妆、不穿高跟鞋的事儿吧，我还没啥事儿。就我这个恨铁不成钢的颜值啊，咱说实话，也不是说一管口红和一双高跟鞋就能救得过来的问题。有人说能用钱解决的问题就不是真问题，那能用化妆品和高跟鞋解决的磕碜也不是真磕碜。这俩事儿行，我可以做到破罐破摔无所谓了。但是这个穿裙子不脱毛的事儿，我想想就细思极恐。你说到时候我上台了，完事儿我做 PPT， 然后投影仪一打，我被投射在屏幕上的投影带一圈虚边儿，你说观众以为机器嘚瑟呢，完我就发短信问人家，我说这事儿还算数不？人家咋不算数呢？完我吧也是有一点江湖情怀的，觉得现在掉链子确实有点丢人。完我就硬头皮去了。我不姓张吗？就按姓的开头字母排序，我永远是最后一个上台的。完，所以这一整天呢，我就看着一个个英雄好汉的上台了，我才明白哈，就为什么对于白人女性来讲，这个去毛这个事儿属于就是每日的核心流程呢？就他们的毛发性质跟咱是非常不一样。咱们东方人的汗毛特点呢是颜色较深、质硬稀疏，非常容易集中突破。他们的特点呢是虽然色儿浅，但是柔软细密，花团锦簇。总之吧，反正那天在我的记忆里，他们都是乘云驾雾上去的。台上的他们是金毛的悟空，是散乱的肉松，还是夹着柳絮的春风？台下的彩铃是懦弱的躲避，是糊涂的看戏，还是远离这场宝毛的战役？反正几番轮回，几番纠结吧，我最后是彻底怂了，掉链子了，就快到我时候跑了。我跑到离我们学校最近的一个化妆品店，我本来想买的是一个就是女士剃毛刀，但是吧，你说你在厕所你啥别的没有，你汗剃它也不好剃呀。那你要不在厕所剃，你没有镜子，你在图书馆剃，你盲剃它也不好剃呀。最后我买了一个刮眉刀，这个刮眉刀虽然效果拙劣，虽然多处冒血，刮没了约定，割断了气节。我是怂包，风不解，拱完火后自己瘪。今天我过生日，你们猜猜我的大胖媳妇给我准备的是什么礼物？借此机会，我顺便澄清一下子啊，我今天刚满32， 90年生人。以后70年的朋友们啊，请不要再管我叫彩玲姐啊，我不爱听。首先呢，蛋糕是他定的，这本身就是个错误。他手机上选的蛋糕，连那个60都没改呀。谁过生日啊？他说他全世界最喜欢的蛋糕就是那款特别中国特色的一个大蟠桃，然后配个大寿星佬那个蛋糕。他说他就爱那款大纹的，但是现在蛋糕店他说太新潮了，他就没找着那个带寿星佬人的。但是为了配这款蛋糕，人家在我家原地 cos 了一个寿星佬。然后呢，就到了给礼物的环节，整的神秘兮兮的。哎，拿铁，你说爸给妈买的啥呢？你知道不？包。啊，他知道我喜欢哪个包。哎，那你说他买的，如果要买的包，哪来的钱呢？我给我爸钱了。面条机，面条。我给我爸300呢。你是有什么大病啊？对，多大病？煎饼果子。当时周围一堆人给我整的这个没面。这事儿咋回事？为什么要买煎饼机呢？是这样的，就前几天北京街上都没有人，你点外卖都没有骑手接单。然后我呢，突然间就特别想吃煎饼果子，就像有人说的似的，人家摊上这个毒猪啊，可能应该叫老母猪，就都特别能吃。然后点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人接单，大胖媳妇呢就非常着急，就给人店家打电话，那个我的煎饼果子你快点送吧。人店家说我们都摊好煎饼了，但没有人接单。大胖媳妇说那怎么办呢？人说那不行的话我给你闪吧。大胖媳妇说我要什么伞呢？人家我要吃饼，你给我伞，我吃什么伞呢？然后还跟人说我的爱人就想吃一个煎饼，然后现在谁都不送，哎呀，这让我怎么办呢？哎呀，我都绝育了。人对方说你要绝育了，你喝点粥，你这时候你吃煎饼果子干啥呀？我说你是不是又用你那个手机 APP 学汉语学窜台了呀？你是不是想说绝望啊？那怎么说个绝育呢？俩人唠的那个劈叉呀，后来拎衣服自己出去买去了，说为了我做一般男人，坚决把这个煎饼给我买回来。你穿上毛裤不穿，你等着毛裤买完了你不穿，你这毛裤全给你放闲鱼上卖了。啊，不要。然后骑着电动就去买去了，回来冻傻了，就直了。
但他给我拎回来的煎饼很热乎的，放自己肚子上了，一道捂回来的。我呢，说实话挺感动，就是这个煎饼让他捂的有点他的膻味儿，没别的毛病。但是从此他就立志要自己摊煎饼，天天在俺家平底锅上练，那打鸡蛋啪啪碎呀。他说：“哎，你说我怎么一打鸡蛋把手里就肉呢？里边说的肉一手，是不是就这么来的？”所以借我的生日，人家给我买个煎饼机。他说我们试煎饼的方式太被动了，要自己会煎。今天自从打开这煎饼机，已经摊了6个煎饼，惯这样的摊，简称摊晃，简称摊晃。俺家俩孩子先看煎饼都跑。现在他买的这个什么煎饼机、炒菜机、面条机，我用过一次俺家的暗包床垫、拿铁的那个沙拉蒂。我现在给这个东西全上架到闲鱼，咱给他找个下家。今天一律15到50块钱断舍离。哎，这这么轻的，Jamie里边 Switch 哪去了？你给我放空盒去，给我拿出来。你们如果想买啊，上闲鱼搜索我的名张海洋，就可以看到这些宝贝和数据。我家所有闲置的我都往上整，除了这俩我暂时先不卖。你们有啥好玩的也可以往上挂嘛，就能挣点是点。救爸爸，救爸爸，谁也救不了你们。妈宝贝，妈宝贝。